，Action 吧！等一下啊，有点不习惯了，好久没拍视频了。3、2、1 ，Hello 大家，3、2、1 ，Hello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太久不见了。今天是一期50问，因为也时隔很多年了。感觉是差了大家好多话要跟大家说，因为感觉我们中间有个断档嘛，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怎么就突然就断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最近几年突然很佛系，很少更新东西，什么时候恢复更新频率？现在就已经在恢复了。对，大家其实也看得到后面这个样子，我们终于也算就是稳定下来了。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老是在处理一些现实上的问题，也不知道是咋了，也不知道是对。去年我是本命年，去年一整年加上今年的前半年一直在处理，全是生活上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今天还在床上躺着，我俩一睁眼就是过一会儿就会有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打乱，然后还都必须要处理。而且这种生活上的事情是那种让你不得不去处理它，不得不分散出你的精力去解决它。更新频率就是我们现在开始逐步的已经恢复更新了，至于频率我就不跟大家说了，大家看拭目以待。第二个问题，还会直播吗？还能更新 vlog 吗？好想你们。会的啊，宝宝们，这个是会的。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直播断断续续的，包括我俩，有一搭没一搭的播。为什么呢？我说实话，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俩状态特别差。将近2年的时间，我俩的状态其实特别的差。去年加上一些我们生活的上面的琐碎，所以乱七八糟的，以至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给大家去播了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状态很影响，就是其实观感上面，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尽可能的开心一点，给大家抒发一些正能量。大家本身看我们的直播也是为了更轻松一点，而不想有太大的压力，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也调整过来。而且再一个是我们身体也不太好，因为我们直播有的时候其实像前几年的时候播到很晚，有的时候播到凌晨12点钟1点多，我们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作息。之前我们可能年轻嘛，就是我们俩熬的，可能我们底子比较那什么一点，然后熬着感觉就不太行了。然后现在对于我们俩而言，我觉得就是什么是第一位啊？健康第一位。所以我们就是想了一下，直播的话会给大家播，但是可能不会像很早之前似的。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说，怎么现在我刚打开手机你们就下播了？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不熬了。对，如果宝宝们以后想看我们直播的话，你可以稍微早一点。我们基本上就是8点多开播，可能最多播个10点多11点。我们睡得挺早的，现在，终究也是年纪上来了啊。在决定公开关系的时候，有没有过犹豫和担心？现在回头看，最想给还在犹豫的宝宝们说句什么呢？公开关系有没有犹豫？说实话，没有犹豫，没有。我俩就是属于一上头了，马上就要做。对，我们是冲锋型的。对，我们是属于这种的，就是一上头了就根本不顾3七2十一就往上冲。对，因为当时公开的时候，其实没有想到就是那么的。有那么大家的关注，有那么多人的关注。对，我们2个公开直播是像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宣示一下彼此的主权的感觉，跟刚在一起发朋友圈似的。对，朋友圈必须要有我。然后他还问了一下，就是给在犹豫要不要公开的宝宝们什么建议？建议就是，如果你觉得这是对的人，我觉得就直接公开就好了。我的建议其实就是很直白，问问自己，你就是不公开的原因是什么，犹豫的原因是什么，把这个想清楚了，我觉得就是该公开就公开，但不能公开那也没办法。因为你想，每个人的工作环境、生活环境、家庭环境各个方面可能都有可能导致，比如说不能公开啊，或者公开的很快。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想清楚了、衡量好了，那该公开，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公开。但是我们2个一贯的态度就是不公开不代表人家2个不好啊，不公开肯定也有人家自己的理由，我觉得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啊，这是我们2个的态度，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和决定啊。完了，感觉真年纪大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怎么面对在一起的争吵或者疲惫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疲惫感？会。怎么面对？人家说会有这种疲惫感。我们俩肯定是会，就我觉得大家在一段关系里相处时间长了，或多或少都会有疲惫感。你要说没有疲惫感，那绝对是假的。肯定是有的。但这个疲惫感有了，你是要看你自身怎么去调节，然后双方2个人怎么去磨合，或者怎么去消化，把它消散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比如说我们2个有疲惫感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呢？那就需要刘德凯告诉大家了。
我觉得我们的话，其实跟正常的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差不多，就是比如说一年到头特别累了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感觉每天都在重复的情况下，我们可能会计划一下，对，稍微的打破一下，给自己一个3-5天出去玩一下。你像我们去年去了一趟 Lady Gaga 的演唱会，也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小心愿。然后或者就是我们如果这段时间不允许，我们可能会不去很远的地方，但我们可能开车去一个，比如说叫什么北京以外的周边呀，或者我们去一个新的野餐一下呀，去新的饭店呀，去新的咖啡馆啊，然后体验呀，就是体验。就是疲惫的时候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体验新的东西，可能是电影。就虽然老看电影，但你看的每一部新的电影，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说，它也是一个新的感觉，因为你看完了会有观后感，而且会有话题，对，会吐槽一下这个好看了还是那个不好看了。包括你像有的时候我们2个人在家的时候，经常都会找一个电影看，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恐怖电影。对，我俩特别爱看恐怖电影。我们俩有的时候坐在那儿找那个恐怖电影，因为现在看的太多了，然后就在那儿找的，哎呀，脑急得要命，就是要为了找了一个好的看。对，一般的恐怖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2个，我们要看那种特别恐怖的，极其恐怖的。还有什么消除疲惫感的？还有一些就是要等有些宝宝长大以后就可以去完成的事情。从我的高中看到大学毕业，是什么因素让你们感情保持这么久？本人没谈过恋爱，所以不太懂。保鲜的秘密啊！保鲜的秘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回上个话题的最结尾那一段。第二个点，我觉得就是共同进步，共同成长，然后共同去分担一些东西，彼此都能感觉得到的时候，这个感情就会长久。如果一段感情就是比如说单方面付出也好，或者怎么样也好，得不到回应也好，那不用谈什么保鲜这种东西，那长久不了，你只会觉得很累。反正我那天看了一段话吧，我觉得挺受用的，我也可以跟你讲，就是跟我讲，不是我说跟他讲。过得比较好的感情，或者说比较长久的感情，2个人看起来很好很甜蜜的感情，一般是比较有秩序，就是这个感情里面是比较有秩序的，2个人知道共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这种秩序感啊。你们2个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慢慢就会产生2个人独有的那种秩序感。然后呢，这种秩序感和默契感是比如说别人代替了是做不到的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跟郝宇在一起了，你说我知道自己怎么生活吗？我也知道。那如果换一个人，还会和郝宇的一样吗？完全不会。所以就是不可能，对，就是绝对不可能。有的时候习惯也好，包括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舒适度也好，影响了你们2个人能走多远。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的保鲜秘诀吧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前提，地基还是要相爱啊。对。不相爱的话，这个尊重，对，最重要的是尊重，我觉得是允许你自己做自己，允许别人做别人。对，现在2个人在一起这几年，经历各种杂乱的事情，心里的对方变成了怎样的存在？更坚定吧？对，怎样的存在？那肯定还是爱人。我觉得肯定还是说，如果以前是对象是男朋友的话，现在可能是老公。现在可能是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打个比方，如果说是阶梯的话，经历了这几年这么多的事情，2个人共同经历了这么多，那肯定是更上一层楼了。我身边很多我的朋友们都已经结婚了。对啊，那咱们2个现在和结婚也没有什么区别。的确，变成怎样的存在？很抽象。形容一个假设就是比喻一下也行。比喻不了，因为我说实话，比如说我为什么说坚固、坚定、更坚定、更坚固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从开始到现在，你一直在我心里的位置没有变过。就之前可能，比如打比方，你可能在第一梯队，然后你是站着，我慢慢给了你一把椅子让你坐下。然后现在给了你一张床让你躺着，然后呢，我又给了你一床被子让你盖着，然后，对，这么坚定，我现在就可以躺着盖上被子，就是等着我就行了。这个很尖锐啊，这问题说到心坎上了。为什么更新频率这么慢？是没灵感吗？宝宝们啊，我说实话，一直以来我们其实不是说没灵感，是我们俩是属于那种
就感觉它就差点意思。然后你像那个我们第一视角那个 vlog 吧，我们其实也可以一直拍，但是没拍的原因就觉得感觉大家也看烦了、疲了，然后我们就是总想不出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想给你们展现，包括说可能换一个拍摄手法。你别看我俩就是看起来特别的随便啊，我俩有点像那种就是强迫症。对，工作上你们能懂吗？就是对，在朋友有的时候到我们家里来，我们可能拍一半，我们不拍了。朋友说咋了？说我们给我们朋友看刚才我们拍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可能觉得没问题啊。我俩说不行，差一点意思。对，是差点意思。不对劲，然后就停了。首先是在工作上，对这个内容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严格的。再一个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，更新慢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点招小人的体质。我们两个自始至终的愿望就是两个人稳稳当当的有一个小家，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这2年的确有成长啊，之前就是太多的坑了，良心为了狗，那种感觉。这个确实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我俩反思过了，不是给我俩贴金啊，确实是因为我俩太善良了，就是不够心狠。比如说对有些事情也好，就是你别看我俩感觉挺有攻击性的，但实际上我们两个是比较温和的那种人，就心很软，对，就是总是觉得就算了，就是别人伤害我，但是我躲着，我躲过去就算了，但是伤害是已经造成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俩到现在为止都还这么好。各个方面虽然有一些福报气，是福报。有些东西来了我们就经历，但是也不要灰心，也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的，其实不是的。就我们俩学会的也是，给一些年轻一点宝宝的一些建议，就是我觉得该来的你就让他来了。你消化，你接受，你去成长，你去解决，然后再遇到相同的问题，你可能会更好的能去把它处理掉。慢慢的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希望的就是不卑不亢，就是最好的状态。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宝宝们不要害怕犯错，因为你像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这几年的经历，其实我们犯了很多的错。如果我们要苛责自己、责怪自己的话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理由去责怪自己。但是我觉得也责怪了，说实话，对，也责怪了，所以就状态不好。对，我觉得你少犯的任何一个错都不会成就今天的你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该踩的坑还是要踩的。对，如果你一直。其实反而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多犯错是一件好事儿，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成熟。我觉得其实我们提前经历了这些不好的事情，反而是一件能够对，反而是福气。因为如果我不敢想让我30多岁、40岁，那可能会接受不了。对，前几十年我都活在温室里，然后突然一下，在人生来了一个特别重大的变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得住。我们两个这期50分是不是有点太老气了？是不是太说的有点像在听书呀？对啊，大家会不会觉得无聊啊？对啊，会不会觉得？因为我们其实因为太久没做50问了，跟上一次30问其实隔了太久了。这段时间我俩真的是太有变化了，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啊，大家别觉得别觉得烦。因为包括我们确实也成长了挺多的。对，大家说什么心里话了这种。希望我们50岁的时候还可以再录一期50问，那肯定跟现在更不一样。大家别觉得我们在教育大家，在给大家上课啊，其实我们完全没有，我们只是分享，对，我们只是分享我们可能遇到这些问题会怎么做。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们走了这么久？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关心这个问题。前几个问题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围绕这个，是爱，对，是责任，是爱，是责任。我觉得概括的很好啊，就是这很简单了，是爱，是包容，是责任。因为前面其实讲的所有的东西就能概括这个问题。但是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，那就去体会、体验。你有心，你就能体会得到。对，你如果觉得一个人不爱你了，你感觉到了，那就是他不够爱你。就像你坐在暖气片旁边，你怎么可能觉得冷？能懂吗，家人们？说得好。可以出一期抗颜值的果汁单吗？每次看都觉得特别好喝。宝宝们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果汁单我其实脑子里有，但是我每次是怎么榨呢？就是点开那个程序，我就看看今天我能刷到什么，我觉得就是心情还不错，就想点这几个什么蔬菜啦、水果啦，我就选下单把它买回来，我就开始组合，就开始用。但不一样啊，你是大厨啊，人家是
什么大厨啊？我不是啊，我人家是新手。我的意思是，人家不知道怎么做这个东西，但是人家又想体验他的那个。我也不是啊，我也是瞎看，我就是看别人做这么做那么做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，然后用我仅剩的一些知识储备把它揉起来。它是 freestyle 款啊，它是就是我比较随意。对。我觉得你也可以出一期，可以啊，就是反正后期 vlog 里边出现的每一步什么的，就食材什么的，大家照着买就好了，很简单。那我们到时候要不要给大家打出来？就比如说大家需要什么，我们也可以找一些比较好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自己吃过的、用过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为什么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啊？我身上感觉到了，他身上最明显。他之前不信，喝了一阵儿，哇塞，容光焕发。那朱博老师和我那个，我真没跟你们夸张。朱博老师有一次回家，然后照着镜子给我们发那个微信说我突然觉得变白了。我说那段时间喝的就是 K 盐的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个没白的啊 ，K 养的摄入了这些天然的食物里的成分，我觉得也是好事。食补是最好的养生啊。而且我觉得就是果蔬汁，这让我最高兴的一点就是，也不是高兴啊，就是高兴，就是你不爱吃的一些东西，但是你跟一些别的东西混在里边，你就把它摄入进去了，然后你身体本身缺的这个东西你就补上了，而不是一直不碰。我之前不吃胡萝卜，我有的时候榨汁，刚想举这个例子吧。对，我是有的时候榨汁，我知道我自己不吃，但我也知道身体里肯定是需要点这些元素，我就把它剁成小块，跟别的混在一起，根本喝不出来，但我也喝了。外卖吃了开心，但是它重油重盐，而且真的是不健康的。但是就开心嘛，那你开心完了，你就拿别的东西把它补偿一下，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平衡。人家看我这期视频，像爹妈在给发语音，像爹妈在给发语音在唠叨一样。但是宝宝们真的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要照顾，这个是重一个人在外什么都不重要，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。是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都一样重要。对就是大家照顾好自己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、平平安安的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了。对。想知道你和凯凯有矛盾是怎么解决问题的，如何维护感情的？有矛盾怎么解决问题？都是我去找他，我要找他，我要跟他聊天，我要开导他，我要把他情绪调整好，然后我们坐在那里，刘德凯才能跟我谈话，然后才能聊着聊着就好了。就是感情里边总要有一个人主动去说这些东西的，如果你们都要冷战不说这些东西，那就都拜拜啦。我不是说不想解决，只是我有的时候比较没有关系啊，我已经是 OK 的。以前我是傲娇，刚在一起我不 OK， 我觉得凭什么？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找，一次都不来找？后面我习惯了，我说行吧，无所谓的，反正解决就行了。但是我每次我也不记仇啊，我都不记仇的。那的确，我是不记仇的款式。的确，在一起这么多年是怎么反复爱上对方的？没有反复爱，就是爱，就是一直爱，没有反复，就是只能说某个瞬间觉得，哎呀真好。我还以为你要说就是觉得有个某一个瞬间觉得我爱一下吧，这2天先不爱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对方的免死金牌是什么？就是每每想起这件事儿就会消气原谅对方。你先说吧。免死金牌啊，那太多了。我先说吧。这刘德凯的免死金牌，我说实话，就在我心里就那一个，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特别的像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个瞬间，你就会觉得人特别的善良，就是他不是那种。他就要怎么地，好像坏透了。他不是坏透了，他就是善良，但是情商有点低。每这个时候你们能懂吗？特可爱，然后拉倒吧，反正没有恶意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我情商低吗？你谁跟我说的呀？宝宝们，我说实话，我情商确实有点低。就是我们2个在一块儿，他面对我的时候情商有点低。因为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能控制得了我的情绪，所以我说能看得出来，你在我身边还是很有安全感的，所以也挺好。你说吧，免死金牌啊，太多了。就是我觉得郝宇迪是一个说的很少、做的很多的人。你别看他平时在这个视频直播里面特别能叭叭啊，但是他是一个做的非常多的人。就是你随便单拎出来几样，我觉得没几个人，除了我妈以外，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早上起来给我做饭。我饿了的时候，我不管凌晨2、3点什么时候饿了，他都能给我去厨房给我煮饭。
然后呢，生病了照顾我，然后永远万事以我优先，然后不管什么时候都尊重我的想法，尊重我的意见，哪怕是吵架，他也会去想，就是他会很认真的去思考我的每一个想法，就哪怕是那种非常针尖大小的那种想法，只要我说出来了，他就一定会去想着这件事儿，然后帮我实现它。很多吧，反正这就只是其中的一些。That's me。你是对我这样，还是对所有人？对你这样，你要不要把看我情商有多低？想问一下，两个人谈了这么久，是不是爱情慢慢转化成亲情了？还会和从前一样会变吗？我谈了好几段感情都没有走到最后，导致不相信自己会遇到更好的，找不到婚姻的意义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的这个时间当中，有那么一小段是我觉得有点转化成亲情了，但是最后其实是强掰回来了。弟弟认为就是爱情就是爱情，亲情就是亲情，友情就是友情，这三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。不可以混为一谈，因为我只说我个人，大家听一听就好了。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因为我觉得亲情也好，爱情也好，友情也好，这三个位置是要坐住的，就是每一个人是要坐住到每一个身份上面。而我觉得就是如果比如说爱人变成了亲人，那爱人的位置就会空出来啊，在我这里是这样的。当然爱人跟亲人走到后期可能是同样的，但他依旧还是我的爱人，但是是同样跟亲人一般重要，但是我不会给他扣一个亲人的。很多的家庭就是，那咱俩都现在就是跟亲人一样了，我还搞什么爱不爱的，老夫老妻了？我觉得这种话其实真的很伤人。即便是你们两个真的有亲人般的关系了以后，你也不能够去把他当成一个就是可以随便去，这不是停止你去爱的理由。对，随便想怎么样对人家怎么样对人家，然后觉得哎呀都这么长时间了无所谓了，他也这样，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很错误的。人生就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自己你空了哪一样其实都不是完整的。两个人分别回答，如果对方变成了一只相等大小的蟑螂，需要亲亲才能恢复，你会亲吗？我肯定会特别害怕，然后害怕的时候，但是我就知道是你的话，我一定会亲，一定会亲。我没办法，我真好了，太吓人了，1.8米的大蟑螂，谁不跑啊？谁不跑啊？宝宝，你1.8米，但是你终于你亲一下能把我救回来，这也要犹豫。你怎么就能变成蟑螂呢？我没明白。人家就是假设呀，你什么东西都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嘛。我养着你，别亲了，我就给你找个地方安置。我不想被养着，行吗？那就亲一下。话这么说，我变成蟑螂的第一天，他见到第1秒，那你掉头就跑。你别说我是好玉底了，他妈是什么都不行，他回头说不会的。那这个问题就和比如说给你1000万让你吃一口屎，你会不会吃？一样的道理啊。几斤？1斤1000万还是1颗1000万？咱们按斤来行不行？